热乎的胡辣汤，刚出锅的胡辣汤，1块钱一碗的胡辣汤。父母走后，只给我留下了这个胡辣汤店。可我没想到，第一位客人竟然是他。老板，用这个换你这一锅汤。这什么鬼啊？你们这是在拍戏吗？哥哥，我饿。先别演了，孩子给我。这东西能扫码吗？不能。能刷卡吗？不能。那能换钱吗？此印可调云州兵马。不是帅哥，你不会是来真的吧？许之夏，通知你一声，下个月房租翻倍。合同还有3个月。合同是我叔签的，现在我负责这片铺子，你要是不服，可以搬。小赵，这话过了吧？许记开了20多年了，20多年怎么了？这年头谁还吃老一套？他爸妈在的时候还能撑撑，现在就他一个小姑娘，早晚倒。你爸妈留下的是情怀，不是免死金牌。交不起租就别装硬气。我会按原合同交租。原合同行，那我让人每天来检查消防卫生排烟，你要是耽误营业，可别怪我。别这么看我，我也是按规矩办事儿。规矩不是你家定的。可这铺子是我叔家的。之夏，好久不见。吃什么？明远，你以前真能忍，这味儿也太冲了。他从前就这样，毕业后不肯留城里，非要回来守这个胡辣汤店。我当时就说没前途。你当时说的是让我卖店，拿钱给你创业。都是过去的事了，你怎么还这么斤斤计较？许小姐，人还是要往前看。你看明远现在和我爸公司合作，马上就要开新项目了。你呢，还在这里端碗。端碗不丢人。端碗当然不丢人，可端一辈子碗还嘴硬，就挺可怜的。来2碗汤，多的不用找了，就当照顾你生意。本店扫码点单，不收施扯。哎呀，不好意思啊，你不会让我赔吧？之夏，微微不是故意的，你别这么小气。擦干净。你让我擦桌子，你弄脏的。许之夏，你别给脸不要脸。他现在也就剩这点脾气了，店都快保不住了，还摆老板架子。这才对嘛，做服务行业就得有服务行业的样子。汤不卖了，请出去。你会后悔的。我最后悔的是以前眼瞎。爸妈，我今天有点怂，但我还没输。谁在后面？后巷什么时候起沙尘暴了？你们这是在拍戏吗？姑娘，若有热汤，景恒愿以身上之物相换。景恒，哥哥，我饿。等着。不管你们是不是拍戏，小孩不能饿成这样。王爷，我们是不是真遇见神仙铺子了？莫惊扰姑娘。王爷，你们剧组挺舍得下本啊。姑娘，剧组是何物？先给孩子喝，小心烫。
热汤，王爷是热汤，真的是热汤。姑娘，若能多赐几碗，景恒必重谢。别说废话，拿碗来。没有碗就排队，老人孩子先来，谁抢我就关门。听许姑娘的，老人孩子在前，青壮在后，敢抢者逐出队伍。你还挺能管事。他们信我，我不能让他们乱。这个叫油馍头，泡汤里吃。这个是水碱包，一人先半个，不许多拿。多谢姑娘，多谢姑娘。我3日没喝过热汤了。别跪，我这地小，你们一跪我不好递汤。你自己呢？我还能撑。撑什么撑？你嘴唇都裂了。他们先吃。在我店里，我说了算。喝，看我干什么？怕我下毒？辛辣浓厚，热气入腹，竟真能驱寒。胡辣汤本来就是暖身的。胡辣汤。姐姐，这个汤以后还有吗？今天只有这些了。不得贪心，许姑娘已救了你们一命。等着。许姑娘，不必勉强。我不是为了你。孩子饿着，我看不下去。姑娘大恩，景寒记下。先别记恩，记账。我也是小本生意，救急可以，白送不行。你们要是还来，得付钱，或者拿能换钱的东西。理应如此。今日身上无银，只有此玉，若不够，明日我再取金银来换。这不会是道具吧？道具？算了，你也听不懂。你们到底从哪儿来的？大圣，云州。没听过。此地又是何处？江城，许记胡辣汤。江城，我亦未曾听过。一个现代小老板，一个古代落魄王爷，都意识到事情不对。你那边是什么年头？大圣承安17年。我这边2026年。许姑娘，门快关了。若天不绝我等，明夜此时景恒再来。许姑娘若愿交易，我必带足金银。等等，你们那边还有多少人？今日随我至此者327人，云州城外还有上千灾民。上千？是。许姑娘，今日这一锅汤救的是命，景恒不敢忘。我用一锅胡辣汤救了一个王爷，还倒贴了明天的早餐。希望你值钱，不然我真要破产了。爸妈，我好像遇到一条生路了，但这路得先看它值不值钱。之夏，今天咋回事？水碱包没了。昨晚接了个急单，临时用掉了。你这店本来客就少，东西还备不齐，咋跟对面争？对面许记卖断货啦！想吃水碱包的来家早餐，现煎现卖，干净新鲜。哟，许老板，昨天还挺硬气，今天连包子都备不齐了。我卖的是水碱包，不是包子。有区别吗？反正都快卖不动了。我说真的，你别撑了，你现在搬还能省点体面，再拖下去连赔偿都没有。赵凯，你一天不来恶心我，是不是吃不下饭？行，嘴还硬，你最好一直硬。下午我带人来查排烟，你别说我没提前通知。你有手续就来，没手续就滚。看首饰，我想鉴定一块玉，鉴定费300起，真假都不退。可以。等等，这雕工，这沁色，这纹路，不像市面流通的任何常见制式。说人话。保守估100万起。多少？如果上拍可能更高。
但你要是急着出，我可以帮你联系买家。最快多久能成交？看你要价格，急出会低一点。低一点是多少？80万，我能现在给你找人接。100万。你刚说100万起，我不贪多，但也不傻。100万，今天到账。我是不懂玉，但我懂救命钱不能贱卖。明远，我爸说这家店有一批新到的玉饰，你帮我挑一个。你喜欢就买。哟，这不是胡辣汤老板吗？你不会是来卖你爸妈留下的破首饰吧？店都快保不住了，也正常。之夏，你真缺钱可以跟我说，没必要跑这种地方被人压价。跟你说，然后听你教我做人。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识好歹？明远是看你可怜。我不可怜，可怜的是有些人，买个首饰还得靠爸的公司撑场面。许之夏，你现在说话怎么这么刻薄？我以前不刻薄，是因为还把你当人看。行啊，你不是嘴硬吗？你买得起这里最便宜的玉坠吗？这个够你卖几个月胡辣汤了吧？算了，微微，别刺激他。许小姐，买家确认了，100万，马上转账。您看合同没问题的话，现在就签。100万。38000，挺便宜的，适合你。你哪来的这种玉？跟你有关系。之夏，我们以前毕竟……以前你让我卖店给你创业，现在我卖一块玉都比你整个人值钱。你得意什么？100万而已，迟早花完。放心，我不会像你们一样，只会花别人的钱。许小姐，许记这家铺子位置好，但面积不大。赵先生开价88万，您确定全款？之夏呀，你要不再考虑考虑？你爸妈当年租这个铺子是老关系，我也不是非要卖。赵叔，您对我爸妈有情分，我记着。但现在不是您一个人管铺子，有人天天拿租金逼我，我怕哪天真被逼走。哼，你装什么？88万，你拿得出来？刷卡。付款成功。不可能！你昨天还穷得连房租都交不起。昨天是昨天，今天是今天。你钱哪儿来的？卖汤赚的。你糊弄鬼呢？你不信可以去报官，说我靠胡辣汤暴富，你看看人家管不管？闭嘴！合同都签了，以后这铺子就是之夏的，你少去闹。说孟老板那边都谈好了。谁让你背着我谈的？赵凯，以后你再来许记，只有2种身份：顾客或者闲杂人等。顾客欢迎，闲杂人等报警。赵哥，你不是说这铺子很快能腾出来吗？我新招牌都设计好了。出了点意外。之夏妹妹，你要是真撑不住，可以把配方卖给我，我给你留个岗位，来我店里熬汤也行。以后许记不用交租了。之夏，你这单量不小啊！面粉500斤，鸡蛋300个，牛肉50斤，水碱包10箱，馒头20袋，还要矿泉水都要。今晚之前能送齐吗？能是能，但你以前没拿过这么大批量，不是叔不信你，这钱……我先转2万定金，尾款货到结清。你真接大单了？嗯。哪家的？团餐、工地、学校？救援队。怪不得要这么急。行，叔帮你凑。水碱包我从隔壁县调，馒头和面粉晚上7点前到。谢谢亮叔。胡椒、牛肉、面筋、木耳、黄花菜，来了。许姑娘，带钱了吗？王爷，这姑娘说话真直。金饼10枚，银锭20两，说不够，明日再补。这么重？
你又不喝？孩子更急。我今天买了20箱，不差你这一瓶。此水无浊味。废话，现代瓶装水。神水？别神不神的，2块钱一瓶。2块钱是何物？你们不用懂，拿金子换就行。好，领过的到左侧休息，未领的按户排队，重复领者明日减半。姑娘，你这一锅汤够救几10条命。别夸，夸我也不嫁。你笑什么？许老板很实在。我不实在就破产了。这是今日清单：胡辣汤2大锅，馒头20袋，水碱包10箱，鸡蛋300个，矿泉水20箱。后面如果你要1000人3日口粮，不能只要熟食，得要米面和锅。我不识此字。忘了，这个是锅，这个是面粉，这个是水，这个是盐。你那边有人会做饭吧？会，灾民里有厨娘，有厨子，也有磨坊的人。那就好。明天开始，我不光卖热汤，我卖原料，你们自己煮，能省钱，也能养更多人。许老板为何愿意教我们？因为你们人多，我一个人熬不过来。只是如此。还有，我不想看孩子饿死在我门口。云州灾民记许老板此恩。别光记恩，记得付尾款。一定。今天这些够你们撑多久？省着用，300余人可撑2日。但云州城外仍有人赶来。也就是说，明天你还要更多。是。多少？至少1000人。1000人不是小数。你要热汤、馒头、水，还是要米面粮油？许老板以为何者更妥？就去用热汤，活命用粮，长久要种子和工具。姑娘还懂治灾？不懂，但我懂开店。一直吃别人做好的，成本最高，自己会做才不挨饿。自己会做才不挨饿。明天我给你准备米面、盐、锅桶，还有一批胡辣汤干料，你让人学着煮。需要多少金银？我先拿你今天给的去验，验完再定价。你放心，我不会黑你。我信许老板。别信太早，我是商人。可你先救人，再谈价。那是因为昨天我还不知道你这么能吃。明夜我带更多金银来。许老板若愿，云州愿与许记长期交易。长期可以，但我也有条件。请说。第一，不许抢；第二，不许逼我白送；第三，你那边领粮必须有秩序，老人孩子优先；第四，你自己也得吃，别下次来我客户没了。好，我记住了。明天先验金，再进货。美女，买金还是卖金？验金，顺便出一部分。普通黄金去隔壁金店就行，我们这儿收老物件，价格不一定合适。你先看。老板，您出来一下。别碰。这压印，这层色，姑娘，你这东西哪儿来的？祖上传的。祖上传这么多？我家祖上比较努力。真金，银锭也是真的，而且制式少见，有收藏价值。你要是只按金银价卖，亏；要是按古物卖，价格能上去。我急用钱，出2枚金饼，5枚银锭，今天到账。2枚金饼，我给你160万，银锭5枚20万，总共180万。200万。你刚说有收藏价值，说明不是普通金价。200万，今天成交，以后有东西我还找你。小姑娘挺会谈。我卖胡辣汤的，小本生意，不会谈早亏死了。呵呵，成，200万。剩下的真不出？不急。姑娘，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吗？你这种货我长期收。可以，但别问来源。懂规矩。亮叔，我要加单。还加？你昨天那批不够。不够。米2吨，面2吨，盐200斤，食用油50桶，大锅10口，水桶100个，馒头、烙饼、速冻水煎包继续要。之夏，你这是要开救济站啊？之夏，你这店真装不下了。后厨先放，库房我再想办法。老板，
这些东西今天全要搬进去。对，辛苦大家，搬完我加钱。知夏妹妹，你这阵仗挺大呀，别怪姐姐提醒你，餐饮进这么多货，卖不完坏了可就砸手里了。谢谢提醒，要不这样，你卖不完的，我低价帮你处理点儿。孟老板，我还没开锅，你就惦记剩饭了？哼，许之夏，你别以为买了铺子就稳了，做生意不是有钱进货就行，卖不出去照样赔死。我赔不赔跟你有关系吗？我就是看你能撑几天。那你睁大眼，他店里有这么大地方？老房子可能有暗间，找人盯着他，我倒要看看他这些货到底卖给谁。1000人，1天2顿，先撑3天，舒适不现实，原料必须跟上。我撑不起，我现在撑的是2个世界，来的正好。许老板，你带车了？昨夜货物太多，人背太慢，今日我让他们把能用的车都推来了。学得挺快。王爷，这是梁山啊！真有粮，我们不用饿死了。肃静，按户登记，按人分配，谁敢乱抢，今日无粮。这是分发流程，你不认识字，看图。圆圈代表1户，短线代表人数，每户按人数领，领完做标记。许老板连这个都想到了。我不想看到你们因为分粮打起来，救灾最怕没秩序。先搬货。今日货款。你还挺有库存。王府旧物不多了，但只要能换粮，皆可用。你不心疼？物死，人活。行，就冲你这句话，今天多送你2袋盐。盐也珍贵。你们灾荒缺盐，没力气，容易出事，别省。我记下。真有粮了，王爷没骗我们。许老板救命啊！1户1记号，领过的去左边，老人孩子先喝汤。王爷，这些东西来得蹊跷，那女子到底是什么人？救命之人。可她要金银，要玉器，分明是商人。商人就不能救人？属下只是担心，她若哪日不再开门，我们怎么办？所以不能只靠她送熟食。明日起，选会做饭、会记账、会种地的人，我们自己炖汤、分粮、开荒。灾民能成什么事儿？他们只会张嘴要吃的。他们不是累赘，是云州的人。属下食言。王爷，许老板给的盐太好了，还有那白面，细得跟雪一样。明日搭知夏汤棚。知夏汤棚？是，让所有人知道，这一口热汤从何而来。都排好，老人孩子先喝，1户1记号，不许重复领。牛伯，今天还有昨天那个热汤吗？有，许老板给了干料，咱们自己煮。不是神仙亲手熬的，会不会没昨天好喝？有的喝还挑，你前天还啃树皮呢。今日起，不止领汤，会做饭的来学煮汤，会计数的来记账，有力气的去搭棚。王爷，我们也能干活。我们不是等饭的人，是要一起活下去的人。王爷，徐姐姐今天会来吗？她在她的世界也有自己的账要打。那我们喝汤的时候能不能谢她？可以，以后每一锅汤开锅前都先记许老板一声好。谢许老板。一个商女，名字倒比王爷还像。秦月，你说啥？你这话是什么意思？没什么，属下只是觉得民心不可旁落。民心不是谁抢来的，是谁救来的。知夏，后面还有一批面粉，下午送。送，还是现结。行，你这客户真稳定啊。目前看还挺能吃。老板，你家这个胡辣汤真比对面香。那是许记20多年老汤方，不是网红滤镜熬出来的。老板，能不能打包10份，我带回公司？可以，扫码下单，3分钟。
这么快？我熬汤救命的，出餐慢了不行。啥？我是说早餐就得快。昨天还断货，今天就爆单，他哪儿来的货？我让人盯了，昨晚没看见大客户来拉货。那他进那么多米面去哪儿了？店里可能有暗仓。哼，暗仓，餐饮最怕什么？食材来源不明。家人们，今天想跟大家聊聊老街某家早餐店，突然大量进货，半夜关门，不知道卖给谁，也不知道食材怎么保存。大家在外面吃饭一定要注意安全哦。别点名，小心他告你。我又没说他名字。老板，你家食材没问题吧？网上说你们半夜进货，还不知道保存在哪儿。各位想看我家食材来源和后厨吗？能看？能。今天不吵架，直播熬汤。许记我喝了10几年，他爸妈在的时候就这么做。对面1块钱一碗，我也喝过，辣的呛嗓子，没这个香。知夏妹妹，你别误会，我视频可没说你。没误会，孟老板来都来了，尝尝。放心，镜头拍着，毒不死你。还行，还行就好。以后想学交学费，别学造谣。第一仗赢了。你受伤了？小伤。小伤，你流什么血？沈万仓盯上汤棚了，近日有人来抢粮，被我拦下。谁是沈万仓？云州最大的粮商，他囤粮抬价，逼灾民卖儿卖女换米。他想抢我的粮，也是抢灾民的命。伤先处理，粮我继续给。徐老板，这次不是小数，若沈万仓断路，灾运营会乱。那就别只做灾运营，做成汤棚，做成仓库，做成谁也抢不走的规矩。规矩？明天开始，领粮实名登记，按户分发，老人孩子优先，青壮必须干活换粮。想吃饱，就一起把活路建起来。坐下。不必，伤口不深。你们那边是不是都爱说不深？流血了就处理。此物何用？洗伤口，防发炎。发炎？就是伤口烂了，人烧起来严重会没命。军中不少伤兵，便是小伤后高热不退。你们缺药？缺。牛伯会草药，但灾荒之后，药材也断了。明天我给你准备基础药箱，碘伏、纱布、退烧药、创可贴，还有用法说明。又要花你许多银钱，你付得起就行。徐老板每次开口都像商人，本来就是，可每次做的事都不像只为赚钱。疼就对了，少说漂亮话。听着，明天开始你那边必须按规矩来。第一，按户登记；第二，老人孩子优先；第三，青壮必须干活，挖井搭棚搬粮猪汤不能攒领；第四，谁抢粮永远取消资格。若有人说我苛待灾民呢？你不是苛待，是救命。灾荒里最怕一锅乱粥，今天抢一袋米，明天就能为一口汤打死人。你没经历过灾荒，却看得明白。我开店也一样，没规矩，客人能把队插烂，后厨能把账做死。你照着画，不会锁简体字就用你们的字重新抄一份。王爷，笔不是刀，别这么用力。
你知道了。你手下都喊你王爷，我又不聋，我不在乎你是不是王爷，我只看你付不付账，守不守规矩。那若我守呢？那你就是我的长期大客户。哼，只是客户。目前是。一户报几口人，青壮去右边登记干活，老人孩子去左边领汤。王爷，昨日还领电，今日怎么要干活？王爷这是怕粮不够，想让你们出力换命。昨日白领是因为你们快死了，今日干活是因为你们要活下去。许老板说，吃一顿是救急，自己能煮能种能建棚才是生路。你们若只想等人施舍，3日后还会饿；若肯动手，3日后我们就有自己的灶、自己的棚、自己的粮仓。女人也能登记吗？会煮汤的，会缝衣的，会照看孩子的，会计数的，都算。老头子没力气，还能做啥？你们看着孩子，别让娃乱跑，就是活。我会搭棚，我去干活。我以前是磨坊的，我会磨面，我会做饼。王爷，您这是让那商女替您定规矩。规矩能救人，便不问出自谁口。可民心都念着许老板，他们念他是应该的。秦月，你若觉得丢脸，就去多挖一口井，让百姓也念你。属下领命。亮叔，再加1批，里面照旧。另外，我要基础药箱、纱布碘伏、退烧药、冲可天，正规渠道，别乱拿货。你这救援队还受伤了？缺得厉害。行，我找药店朋友问问，但药不能乱买，你得按规定来。我知道，能买多少买多少，不能违规。之夏，我们聊聊。这不是昨天珠宝店那个男的？前男友吧，看着不太行。点单排队。我是来关心你，你突然有这么多钱，又进这么多货，很容易被人盯上。你一个人守店，不安全。所以呢？我可以帮你，财务、扩店、合作我都懂，你别被眼前一点钱冲昏头。下一位，许之夏，我是为你好。为我好？当年让我卖店给你创业，也是为我好。那时候年轻。昨天带人来羞辱我，也是年轻。你非要把话说这么难听？你非要把脸伸过来，我不打不礼貌。你背后是不是有人？昨天那颗夜明珠也是那个人给你的吧？之夏，小心点，来路不明的钱不好拿。给我的？门口垃圾桶满了，帮我扔一下。你不是想帮忙吗？你别后悔。这句话你昨天说过了，换一句。徐老板，你看这样可行？你执行力挺强。姑娘，你是不知道，今日营中没人抢粮了。会做饭的煮汤，会搭棚的搭棚，连娃娃都知道端碗排队。那就好，今天我给你加1批药，但我必须说清楚，不会用就别乱用。这个是洗伤口的，这个是包扎的，这个是发热严重才吃的。每一种我都画了图，你让牛卓看着用。姑娘，这能救多少人命啊？别神话，轻伤有用，重伤还是得找大夫。已经足够珍贵。这又是什么？云州网印。你疯了？这玩意儿能随便给人？不是卖给你。那你给我干什么？微信，往后云州与许记交易，皆以此印为凭。若我失信，王印在你手中，你便可关门。我拿着你们王印有什么用？我又不能去你们朝廷告你。可我知道他在你手中，我便不能负你。长期客户不用压这么贵的东西。不是押给客户，是托给许老板。行，我暂存，丢了不赔。不会丢，你比我更会守东西。站住！这是按户分的粮。沈老板说了，王爷借了他的粮，这些先抵债。先别动手，沈老板势大，势大就能抢救命粮。王爷，沈老板说你忽然有这么多粮，来路不明，他愿意帮你保管，免得灾民争抢。我的粮许老板给的，我的规矩灾民认的，轮不到沈万仓保管。王爷真要为了一个卖汤的商女得罪沈老板？他卖的是汤，救的是命。沈万仓囤的是粮，要的是命。你回去告诉他，知下汤棚的粮谁抢，谁就是与云州灾民为敌。
这是孩子的粮，谁也不许抢。王爷说干活领粮，我们认。沈家凭什么抢？王爷，你会后悔的。这句话，今日也有很多人对许老板说过，但他没后悔，我也不会。从今晚起，粮仓3班轮守，汤棚不灭，规矩不乱。是。知夏，今天这队排的比你爸妈在的时候还长。那您多吃2碗，帮我把场面撑住。撑，必须撑。对面昨天还说你家不干净，今天他家门口都没人了。他不就是会熬个胡辣汤吗？有什么了不起？你不是也会？他能直播，你也直播。直播有用，他现在靠的是老顾客情怀。那就打掉他这个情怀，你去做同款，价格比他低1半，再找人说许记就是卖贵了。对啊，他1碗12，我卖6块。他说老汤，我就说年轻人不吃老一套。孟老板，胡辣汤不是奶茶，加点料包就能骗嘴。你低价卖，亏的是食材；偷工赏料，亏的是口碑。亮叔，你现在是许之下的人，当然帮他说话。我帮理，不帮人。孟老板想卖6块就卖，市场又不是我家的。你倒挺大方，卖吃的最怕不是别人便宜，那怕什么？怕自己心黑，锅里空，嘴上满。别跟他斗嘴，晚上我找人拍他后厨，他肯定藏了什么。药箱和净水桶都备好了，下午送。再加铁锅、手推车、麻袋、种子。你这个救援队规模越来越大了啊！是啊，越来越大了。你们真立牌子了？立了！每日开锅前，大家都先谢许老板。别谢太多，我怕折寿。他们不是拜神，是祭恩。昨晚抢粮的事，后来怎么样？沈万仓的人退了，但不会罢休。他断了附近2条商路，还放话，谁给汤棚送柴送水，就是跟沈家作对。所以你们缺的不只是粮，是水、柴锅、运输，还有秩序。是。我给你列了新方案：第一，汤棚分3组，主汤组、搬运组、守粮组；第二，单独建水队，谁会找水、挖井、打桶都登记；第三，别让所有人都挤在一个地方，容易乱，也容易被人一锅端。姑娘，这法子比我们营里的军令还细。我开店的，后厨、前厅、采购、收银本来就得分工。你这分工可就1成。先别夸，东西还没到。我今天准备了净水桶、铁锅、手吞车、种子，还有基础药箱，钱照算。王府剩下能换的，我都带来了。你王府快被我换空了吧？若人能活，空了也值。我能过去了。许老板要亲临云州，你愿意来看一眼吗？1刻钟是15分钟吧？我不知15分钟是多久。那就别废话，带路。徐姐姐，你能跑了？喝了你的汤，又吃了馍，娘说我活过来了。这个给你，我们没有金子，我只有花。许老板，那晚若不是你，我闺女就没了。别跪，真的别跪，我这人不经拜。你看见了，你的汤不是卖掉了，那是什么？是命。萧景恒，我在。以后别只买熟食了，我要给你们建一个能自己活下去的地方。汤棚只是开始，你得有水井、粮仓、灶房、棚屋、菜地，再被沈万鹏断路，你们也不能倒。我听你的。不是听我的，是听能活下去的办法。都慢着！王爷的粮什么时候要听一个外来女子分派？可许老板说按户分，大家都没饿着。他收金银玉器，当然让你们觉得他好。你们有没有想过，他拿走的是王法财物，是云州的根基。说的挺响，来继续。许老板，我只是担心王爷被你牵着走。你担心他，还是担心大家以后不听你煽动？这是我给你们的物资成本，米、面、油、盐、锅桶、药，每一样都记了。你们王爷给的金银玉器，我也记了，交易明明白白。灾民看不懂你的字，没关系，你们只需要知道一件事：今天的粮不是白来的，是你们王爷拿东西换的。以后想一直有粮，就不能靠跪着等，
要靠干活、登记、守规矩。许老板，我们愿意干活。我能看孩子，我能守夜。你说我拿走云州根基，错了。真正的根基不是王府库里的玉，是这些还肯活、肯干、肯守规矩的人。秦月，许老板说的就是我的意思。王爷，您真要让一个商女插手云州事务？他就云州人，便有资格说云州事。我认许老板的规矩，谁不认别喝直下汤。这个人不稳。我知道，知道还留？现在缺人，但我会防。防人不能只靠眼睛，要靠账。以后每一代粮出都记。人会撒谎，账不会。受教了。谁是这里主事的？我。这位便是送粮的许老板。有事？我家老爷沈万仓愿出3倍价钱买断许老板手里的粮和汤料，你往后不必给这些灾民送，直接卖给沈家，省事儿也赚钱。许老板不会答应吧？哼，生意人嘛，奖励3倍价，谁会跟钱过不去？你出3倍，是想低价买命，高价卖肾？姑娘，说话别太难听。灾荒年，粮龟有本事的人管，才不至于乱。错，粮龟想让人活的人管，才不会乱。所以你不卖？卖。许老板果然识时务。1碗胡辣汤10万两黄金，你先买1碗。你闹我寻开心呢？不是你说3倍价吗？我今天心情好，给你友情价10万两，买不买？你会后悔的。这句话我最近听腻了，你回去告诉沈万仓，支下汤棚的粮他买不断，也抢不走。也告诉他，若再敢伸手，我便剁他的爪子。我该回去了。我送你。今日让你见笑了。笑什么？你这边比我那边刺激多了。怕吗？怕，但比起怕，我更讨厌有人饿着肚子还被欺负。许之夏，云州不会忘你。别光记，明晚带钱。行，古代刚打完，现代又来。老板，网上说你半夜偷偷把货搬走，还说你后厨有暗仓，是真的吗？我确实半夜干活，早餐店不半夜干活，早上卖空气。就是熬胡辣汤不得凌晨起。可视频里说你进货量不正常，还说你突然暴富。家人们，我不是针对谁，只是提醒大家吃饭要看清楚。一个小店突然大额进货，半夜关门，老板又莫名有钱买铺子，这里面是不是有猫腻？他说的也不是没道理，许记以前确实没这么大单量。各位想看证据吗？什么证据？采购单、转账记录、食材检测、后厨监控，今天熬汤全过程。孟老板开直播讲故事，我开直播讲证据。这是亮叔供货的米面油盐，这是正规药店开的基础应急用品票据，这是今天的牛肉、木耳、面筋采购记录。真贴啊！这姐太刚了。对面说暗仓，他直接开后厨。有人说我家进货量不正常，对，我最近接了大单，做应急热食包和干料包。客户信息我不方便公开，但我可以公开3件事：第一，所有食材正规采购；第二，现代店内售卖和外部大单分区制作，不混用隔夜料；第三，谁觉得我家汤有问题，现场来喝，现场看锅，现场看单。我喝了10几年，我这张嘴就是检测报告。老爷子了，地址在哪儿？他怎么反应这么快？他以为贴几张单子就没事了。老板，你这汤怎么这么稀？里面就几个面筋。我刚才看到后厨直接往锅里倒料包，这也叫老汤？新品试营业，口味还在调整。你不是说比许记正宗吗？他刚直播说别人食材不明，自己这锅看着也不咋样啊。孟老板，你来干什么？看我笑话？不是，给你送样品。这叫胡辣汤，不是热水加辣椒粉。各位，许记今天加锅，排队都有。
你那边又出事了。沈万仓断了北边水路，又放话，谁敢给知夏汤棚送柴，就不许进旧城换粮。今日柴烧，汤差点断锅，若明日再没有柴，锅就烧不起来了。不只是柴的问题，他卡的是你们的命门。我想带人去抢回水路。别冲动，你现在人饿粮少工具少，硬碰硬只会乱。那该如何？绕开它。水路还能绕？水可以存，火可以换，粮可以自己加工。明天我给你送储水桶、简易炉灶、煤炭替代燃料、手推车，还有一批大锅。你们先把汤棚拆成3个点，别集中在一处。分散汤棚？对，他断你一条路，你就开3口锅；他盯一处，你就分3处，还能再狠一点。怎么狠？开荒。粮商最怕什么？不是你买粮，是你以后不用买他的粮。东边一队去挖前井，西边一队搭第2汤棚。会做饭的跟我走，会记账的跟王爷走。王爷，我们真能自己种粮？能。许老板说，粮商能卡今日粮，卡不了地里的苗。我会种菜。我知道哪块地以前有水。我能推车。王爷，这些灾民刚吃饱2天，便让他们开荒，会不会太急？等沈万仓施舍，才叫急着送命。可许老板送来的东西来得太巧，属下担心他另有所图。他图什么？图金银，他可以卖给沈万仓3倍价；图名声，他不必躲在门后。他要的是交易清楚，灾民活着。知夏汤棚开锅了！许知夏，你又替云州赢了一夜。知夏，我们谈谈。点餐扫码，不谈私事。我不是来吵架的。我看过你最近的数据，你这家店有潜力，但你缺管理、缺资金、缺人脉。所以，我可以帮你做品牌。我们重新开始，我出运营，你出配方。你出运营，我出配方。对，以后你不用天天熬汤，做老板娘就行。周明远，你是不是觉得我发财了，脑子还停在以前？我是真心帮你。你当年让我卖店给你创业，也说是真心；后来你嫌我一身油烟味，转头潘林威，也说是为我好。你一定要在这么多人面前让我难堪？我没让你难堪，是你自己非要来排队丢人。许知夏，你别以为有点钱就能走远，没有男人帮你，你这店迟早被人吞了。这谁啊？好像古装剧男主穿现代衣服。你是谁？欺负你的人，以前算，现在不配。许知夏，这就是你背后的人，装得挺像。许老板，今日2款。这是真的？你不是说我没有男人帮就走不远吗？看清楚了，不是他帮我，是他来找我买粮。说得好，我们知夏是老板，不是谁的附属品。他一锅汤救1000人，你看清他，是你眼拙。方案带走，我的胡辣汤可以回锅，你这种人不回收。今日是不是给你添麻烦了？没有，你来的正好。那人曾伤过你？不重要，他现在连反派都算不上，只算背景音。许老板说话总能让人清醒。你那边怎么样？沈万仓有没有在动手？水路被断，柴路被卡，但3处汤棚已立，今日没有乱。那就说明分散是对的。可秦月近来不稳。那个老挑刺的？他曾是我旧部，有些本事，只是心不定。心不定的人，别让他碰粮仓。我也让牛伯看账。还不够。这是编号，每袋米、每桶油、每箱料包都编号，入户、出货、领用都记，少一袋就知道从哪一步丢的。你总说自己只是卖汤的，卖汤不记账，早赔死了。若你在云州能管1城粮仓，我不去抢你饭碗，我管我的店，你管你的城。若有一日，那城也想请你管呢。先把眼前这批货管好，王爷别画大饼。不是画饼，那是什么？是我想给你的交代。干活，别说话。
王爷有令，调10袋白面去西棚。账册上没写啊。王爷临时吩咐，你敢拦？牛伯说了，没账不出粮。牛伯算什么？我是王爷旧部。秦统领，别耽误时间。你和沈家的人在一起，沈家愿借柴给汤鹏，我只是拿粮抵换。许老板说过，粮不能私出。她一个外界商女，凭什么管云州粮？住手！秦月，你要调哪10袋白面？我是为了换柴。你要调的10袋白面编号是多少？入库何时？出库给谁？谁签字？王爷，这10袋是今日许老板刚送来的，编号都在册，根本没分到西棚。拿下！王爷，我只是想给大家换柴。换柴？我儿子守了1天粮，吃的就是这袋面，你拿去给沈家，我们吃什么？王爷，他不是换柴，他是偷命。我给过你机会。王爷饶命！从今日起，逐出知下汤棚，不得领粮，不得入仓，不得进灶。你为了一个女人弃旧部？我为守规矩弃叛徒。许老板这账救了粮仓啊！你这汤喝完拉肚子，怎么回事？你昨天还说许记不干净，结果你自己后出一股酸味。别乱说，我们只是新员工操作失误。有人投诉你店食材保存不规范，请配合检查。许老板，对面被查了。哦，你不去看看热闹？没空，下一锅汤要开了。许之夏，是不是你举报我？不是。你少装，肯定是你。我今天忙着接单，没空举报你。不过顾客有嘴，市场有眼，你自己锅里什么样，别往我身上扣。孟佳佳，你店里部分食材无标签，保存不规范，先暂停相关品类售卖。造谣别人，自己先翻车，以后还是喝许记，至少敢公开后厨。我说什么来着？不稳的人别碰粮仓。你给的编号救了我们，不是编号救了你们，是你们肯按规矩执行。许老板，秦月一走，大家反倒更齐心了。3处汤棚都说，往后谁坏规矩，谁就是跟所有人过不去。很好，规矩立住了，下一步就能建新村。新村？汤棚不能永远是棚，你们要固定水源，固定粮仓，固定灶房，固定住处。先建一个小聚落，再慢慢扩。这像城？现在还不是城，只是活下去的架子。若有一日真成了城呢？那就叫知下城呗。我开玩笑的。我当真了。我也觉得好，知下城一听就有热汤喝。你们取名能不能慎重点儿？云州人记的第一口热汤从何而来？这很慎重。先别急着给我立成名，明天我给你们送防雨布、手吞车、工具、种子，能不能成看你们自己。许之夏，若此城建成，我想让你亲眼看见。那你就好好建，别让我这投资打水漂。遵命，许老板。王爷，北井被沈家人堵了，他们说那口井是沈家祖地的水，谁敢打水就按偷水论。王爷，柴队也被拦了。沈家说谁卖柴给我们，以后别想进旧城买粮。没水没柴，汤棚还怎么开？沈万仓这是要逼死我们啊！王爷，我家老爷说了，只要你交出许老板的供粮渠道，水路柴路都好谈。告诉沈万仓，做梦！王爷还撑得住，灾民可未必撑得住。今日汤棚不断，水我去找，柴我去想，粮许老板不会断。哼，她不过一个商女，她能救你一日，还能救你一世？她不必救我一世，她已经教会我们怎么自己活下去。他不敢直接抢了，就开始卡基础资源。许老板这次咋办？没水没柴，锅都烧不起来。那就不用他的水，不用他的柴。你有办法？储水桶200个，简易滤水桶50套，压水泵10台，手推车20辆，煤炉30个，蜂窝煤先来3000块，防雨布、绳子、铁锹、锄头、种子、基础药箱全上。
蜂窝煤是啥？能烧火的，别问，按我画的图用，别乱烧，注意通风。这些要花很多钱，是很多。那我现在能动的钱，基本都要压进去。不可，风险太大。你以为我只是在帮你？知夏汤棚要是倒了，沈万仓赢，你们饿死，我前面的投入全废。可你们要是撑过去，云州以后就是我最大的长期客户。许老板这是做大生意。对，救命的大生意。这次不只是送物资，你回去立刻迁营，找水源，分区建棚，汤棚、粮仓、住棚、药棚分开，别让沈万仓一招卡死你。若成，这便不是在军营了，是新村。再往后才是城。知夏啊，听说你上新闻了？哎呦，我们家终于出息了。想吃什么？扫码。一家人还扫码？你现在这么有钱，给我安排个店长当当呗。你会熬汤？不会可以学。会记账？这不有收银机吗？我这里不养闲人。那也不用那么辛苦吧？你现在不是老板了吗？你爸妈走得早，我们就是你亲人。你发财了，可不能忘了我们。要不你把品牌股份分你表哥一点，他帮你管。他爸妈刚走那会儿，你们咋不来帮他管？真想靠我吃饭？可以，凌晨4点到岗，洗菜、揉面、搬货、刷锅，试用期3500。3500？你打发谁呢？嫌少。知夏，都是一家人，别这么计较。一家人？我爸妈出事那天，我给你们发消息借2万应急，你回我什么？那时候我自己想办法，现在你们也自己想办法。许之夏，你别太绝！我只是不再让你们吸我的血。现在排队点餐，不吃出去。东边水桶满了，西边粮仓搭起来了，妇人们在学做干料汤。王爷，压水泵真能出水！有水了！有水了！啊，怎么可能？从今日起，此处不再是逃荒营，这里建新村，有粮仓，有汤棚，有水井，有药棚。王爷，那我们以后不用回旧城了？不回。那沈家再断路呢？他断1条，我们开3条；他断柴，我们换炉；他断水，我们自己取水；他断粮，我们自己种。建新村！建新村！王爷，沈家这回真急了。哼，告诉所有人，第1座棚仍叫知夏汤棚。知夏胡辣汤会做3件事：第一，社区早餐店；第二，胡辣汤速食包和冷冻水碱包；第三，应急热食包。许老板，您为什么想做应急热食包？因为我见过人在最难的时候，一碗热汤能带来的力气。许小姐，我们愿意投3000万，但要控股。谢谢，不接受控股。年轻人不要太理想化，没有资本你走不远。我欢迎合作，不欢迎吞并。结果，知夏，我可以帮你谈，你不懂资本，很容易吃亏。你又来了，许小姐，以前有误会，我们家也想投一点，大家双赢，你们投不起。许知夏，别把话说死。你们当初说我一身油烟味，说我手破店没前途，现在闻到钱味了，又觉得胡辣汤香了。不好意思，我这锅汤凉了可以回锅，人凉了不回收。王爷，闹够了吗？你以为靠几个破棚子就能养活这么多人？不是几个破棚子，是新村。没有我沈家的粮，你们撑不了多久。沈老板，你那粮留着慢慢卖吧。我们现在有米面，有种子，有水，有锅，还有人。他们不过是流民，他们是新村第1批居民。谁承认？我承认，这里有汤喝，有活干，比旧城强。王爷给我们规矩，许老板给我们活路，我们不回去挨饿。沈家的高价粮我们买不起，也不买了。从今日起，知夏新村不受沈家粮价所困，谁肯守规矩，肯干活，谁就有饭吃。萧景恒，你会后悔。这句话，你的人说过很多次，可每一次后悔的都不是我们。今
今天这么早，新村不忙？忙，但有东西想给你。这是知夏新村第一批自己磨出的面。这么快？不多，却是他们自己做出来的。这比金子值钱。我也这样想。今日你那边顺利吗？还行，打发了几个想占便宜的。可有人欺你？以前有，现在他们排不上号。你在你的世界也是一城之主。我就是卖胡辣汤的。一锅汤能救一城，卖汤为何不能是城主？萧景航，你最近嘴越来越甜了。不是甜，是实话。许之夏，待新城建成，我想请你亲自提名。我字不好看，你的名字便很好看。行了，回去干活。城还没建成呢，别在这儿偷懒。遵命，许老板。徐姐姐，你看，我们有家了。许老板，您当初一锅汤救下的不是几百人，是这座城。请许老板接匾。谢许老板，谢许老板。不是说叫知夏新村吗？新村会长大，恩情也会。我当初只是怕那个孩子饿死，所以你值得。他不是神明，他是许之夏，是知夏城的恩人，也是我心悦之人。王爷，你这算不算先斩后奏？若你不愿，我便改口。晚了，全城都听见了。老板，汤好了没？好了。他们说我一身油烟味，守着破店没前途。后来我这一锅汤暖了2个人人间。